下午好，今天给大家测这个布鲁克超越版的一个漫画金牛座。这个是布鲁克前段时间出了那个射手座之后，然后出了这个金牛座，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它很良心啊，我昨天拼完之后的体验就是非常的良心，配置给的很全，然后可动比想象中好不少。预涂装的效果也蛮好的，整个盒子并不算很大，也就是超越版的一个规格。然后正面、侧面、背面就是这些东西的展示，一些配置的展示。然后我是已经拼好起来了，所以就不给大家看板件了。板件是有给了不少预涂装的。然后我们直接看一下，这就是金牛座的一个主体。我们看到它这全身的一个金属漆的一个预涂装是非常漂亮的啊，并不是像万代那种就是电镀的一个闪的发亮的一个金，而是喷涂的一个亮金色。但是呢，虽然说是一个按压水口，但是水口的一个露出痕迹并不是特别明显的，因为本身板件也是黄色的，其实跟金色之间的一个色差呢，你不肉眼仔细去看的话，其实还是 OK 的，并不会特别的明显，你自己用指甲抠一抠就好了。但是大家注意，就是不要用那个打磨板去打磨啊，因为你会把那些预涂装给磨掉的，磨掉的话那一块就是纯黄了，就不好看了。然后整体的一个高度呢，跟之前出过的一个初音，我们对比一下，是比初音矮一点的，因为初音有这两个大磁带嘛，但是而且初音这个是199档的东西跟99档的东西区别还是比较大。这个是129还是99，我具体倒是忘了，反正是超越版的一个定价，并不会到传奇版那么高。不知道圣斗士后面会不会出传奇版啊？我还是比较期待的。要是能出一个神天马啊或者之类的东西就好了，能出一下 LC 的东西也好。关于金牛座，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LC 的那个金牛的，因为它不管是造型啊，还是那白发，还是说它的一个战力表现，都是非常顶级的一个表现，就人格魅力是很强的。就可惜 LC 的玩具还是有点太少了，然后不知道布鲁克之后会不会拿到 LC 的一个版权，如果能出 LC 系列的一个圣斗士的话，那就真的非常棒了。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主体的一个表现。那它这个头盔我是替换了一个断角的一个替换件，它是你可以去实现一个正常头盔和一个断角头盔一个造型的替换的，像这样之后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造型。然后胸甲也有两片的也有一块替换的一个件，是一块缩小的一个胸甲，替换上去之后，你的双手的一个蝴蝶关可动会解放出来，就是会更好一点，就配合这一对。它这一个抱胸的，它这个手型都是已经怎么说预涂装好的，然后是有特殊造型的。但是呢，这个抱胸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去花非常多的时间调整，才能让它这两个手型就是贴合在手臂上，然后一个造型非常自然。就是你如果稍微有一点关节摆的，就是不是很对位的话，它的手是很难去完全贴合在这上面的，而且运动久了这里是会崩开，就是因为这也是给了一个肩部关节嘛，你这个位置没找对的话，它这两块零件可能会有点就是开出来，就缝会开大一点，但是你就需要自己手动去按一下，所以这个抱胸替换出来效果是不错的，但是就是替换着稍微会有一点点麻烦。然后整个两个肩甲呢也是连接在盔甲上的，你手臂运动超过一定幅度是有几率会弹出，但是呢总的来说平时都还好。然后关于真人头，也不是真人头吧，就是不戴头盔的一个头，它是直接给了一整个头的。然后这个头的可动还算非常不错，因为它后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活动关节。替换方式非常简单，就是直接把头一拔，往上一插就 OK 了，就不需要太麻烦。因为之前的一些圣斗士，它是需要你把那头盔自动把那些零件取下来，因为金牛是一个全包裹的一个头盔。以前的圣斗士就是前面有个发冠啊之类的东西，去把它拔下来就 OK 了。那这一款是直接给了一个替换头，还非常不错。替换表情一共是给了4张，一个金牛标志的一个闭眼冥思的一个表情，一个怒吼的表情，然后这一个应该是我也不知道它算是，我看一下盒子吧，算是一个兽鸡头还是一个
大笑，应该是大笑吧？这应该是金牛标志的阳光大笑，就是金牛都是很开朗、很老实的一个很憨厚的一个人设嘛。然后这就是一个常规头了。然后面雕是没有上消光的，但是并不会像之前的天马一样那么的一个发亮，所以说不上消光的效果也是可以接受。然后依然是有一堆的替换手型，金牛经典的那个放招式的一个开场手，还有一个微微弯曲的一个开场手，都是一对，都给了手背甲，给了6个手背甲，还有这一个实心的握拳手，配置倒是如此。那我们来直接看一下它的可动，可动是比我想象中好不少的。首先低头有这么多，我觉得金牛就是需要低头，你低头的话，你摆抱胸的话，那个动作才就足够霸气。你低头的可动要是没有的话，就气势就没有了。低头，抬头的幅度非常之大，你如果换成真人头之后，抬头更大。左右平转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手臂的一个平抬，你如果再往上掰也就这样了，90度。然后一个手臂自然是带蝴蝶关节，15度左右的一个角度，然后手臂的弯曲超过了90度啊，这个还是非常不错。可惜这一块护甲并不是连接在这个肘关节上，而是连接在小臂上。当然，你连接在肘关节上，你的可动肯定就会受影响了，所以说只能说是取舍吧，就确保了可动。弯腰是有一个15度左右，就是只能靠上半身的一个弯腰。左右侧摆平转都是没什么问题，下面自然也是有平转，但是下面是一根直桩，所以就没有弯腰了。下面的腹肌，这整一块盔甲腹肌是做的非常好看啊，它整一个不管是发色还是说造型，然后裙甲都是吸扣的一个设计，这个腿部的运动有可能把裙甲会崩开啊，所以说尽量是让它下拉之后来进行一个运动，这样就不会崩开。但是你如果不下拉，直接往上抬的话，是会把侧裙甲弹飞的。就90度，前踢90度，后踢也有90度，但是会给干涉到，就是没有办法是正后踢的，是侧后踢。然后侧踢到不了90度，75度左右，腿的弯曲是幅度非常之大。大腿平转自然也是带的。小腿的脚掌的一个接地，这次表现就是说可能接地幅度并不是特别大，15度左右的一个接地幅度，但是呢站姿是够用了，但是往外的一个幅度是蛮大的，就往内就这样了，然后前后这样也是有，但是这个关节非常之紧啊，前后的关节也是有的，然后脚掌的一个踮脚也是非常不错啊。整体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替换上这个，有点紧这个关节，把这个不戴头盔的这个头替换上之后，我们能看到你是可以让它还原出这个头发就是发波的时候这头发飘起来的一个感觉的，但是这个头发对可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帮助啊，因为你的头可动并不需要这一段并不会阻挡到啊，所以说就是还原一个造型的一个关系。这换上真人头之后，它的可动就更好了。我们看到低头的幅度是明显更大的，因为并不会有两边的一个干涉，整个面相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还原漫画的一个造型的。然后，但是这一次有一个稍微麻烦一点，就是虽然说它的头盔造型完整了，但是就是替换起面雕非常麻烦，你需要分别把两边牛角拆掉，再把上面这一个零件拆掉，再把它们打开来，再去替换一个面雕。但是呢，因为是上了玉图装的关系，所以说装位还是卡的比较紧的，需要去慢慢的去给它撬开来，就稍微有一点麻烦。你看，像这样给它撬下来之后，我们来换一个大笑脸，装回去是挺好装的，就拆的时候不好拆。但不过你这个东西应该就是拆多次之后。就比较好去拆，就不会那么的紧啊，就会比之前更松一点。看到一个大笑脸，所以说这一次的一个金牛座，我觉得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因为我昨天也玩了一下，朋友也到了一个 Figma 同时玩了一下，就确实布鲁克的东西还是性价比太高了，这还是一个经典的一个地台，一个地板砖的一个地台，然后加前面有圣斗士星矢的一个名牌，这一个地台设计是非常非常好看。
是非常适合，我觉得布鲁克的圣斗士系列是非常适合去凑角色的。然后他们的群星版好像素体升级的，就是升级的非常好啊，这一次好像跟现在的超越版就是可动已经不相径庭了，所以说之后有机会的话买来体验一下吧。这一期视频就差不多到这里。总的来说，这一款金牛座是表现非常优秀的一款作品。大家如果对这个角色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个购买的。然后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之后就再给大家录一下那个传奇版的一个擎天柱吧，我还没拼，等今天拼完，明天给大家测视频吧。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